重击欧巴出任务拯救小镇村的时候，在途中不小心受伤昏迷。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欧巴依然昏迷不醒。君告诉乔妹：“哎呀，你的欧巴真是凶多吉少啊！我们还要继续让他维持生命治疗吗？”乔妹一想到欧巴要再忍受痛苦的急救，不禁潸然泪下。不知道欧巴的意愿是什么呢？这时，君拿出了一封信给乔妹。原来欧巴在出任务前就依病人自主权利法写好了医疗决定了。到底什么是病人自主权利法？什么是医疗决定呢？对啊，那是什么东西啊？根据估计，照护长期严重失能者需维持多年，且每月花费4至6万元，不只是个庞大的经济负担，也造成照顾身心灵的压力。更可怕的是，病人到底愿不愿意这样活着呢？因此，中华民国立法院在2015年12月3读通过了《病人自主权利法》。这个太厉害了！这法案保障了20岁以上的成年人可以指定在你生病时为你发声的医疗委托代理人，可以是你的女朋友、好基友张学友，再加上一位2等亲亲属，是医疗机构讨论与咨商，就可以在健保资料上注记预立医疗决定咯。未来自己若不幸成了末期病人、永久植物人、不可逆的昏迷、极度失智，或者是其他难以忍受的疾病时，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维持生命治疗以及接受人工营养。但什么是维持生命治疗呢？你说好不好？包含气管内插管、机器辅助呼吸、体外心脏按压、心脏电击、输血或抗生素。没错，以上这些延长生命之措施都叫维持生命治疗。好像有人为你答一样。而人工营养就包含打点滴或从鼻子用力嘟一条塑胶管至你胃中进行灌食。以上你通通可以 say no。当然，当你预立医疗遗嘱后，你反悔，你不开心，你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很整个的时候，就可以把医疗决定撤除喽。这时你可能会问，但我之前签过一个拒绝急救的东东啊，这不一样吗？No no no， 你说的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那只适用于无法经由医疗介入而存活的末期病人。因此，有了病人自主权利法，这样就可以更好掌握医疗选择权喽。赶紧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好好规划吧。2019年法案即将上路，赶快转借给你的家人朋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吧。干控小剧场，我们下次见喽，拜拜。人呢？算了，大家记得要订阅我们哦。